大家好，因为今年过年的期间，自己在家用验孕棒测试了一下，然后发现自己怀上了2胎，很意外，但是也挺开心的。因为养了第1个孩子之后呢，觉得孩子真的是很可爱，有2个宝宝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然后呢，上一胎我就是怀孕5个月的时候，然后国内来到福冈。当时已经过了一半的孕期吧，算是。然后这一次呢，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整个孕期，然后在日本生宝宝的这个过程，借这次机会它记录下来。在日本这边看病呢，就不像在国内嘛，因为只要不需要什么开刀、住院、做手术，一般去家附近的小诊所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怀孕呢也是这样的，当你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呢，就要先找到自己家附近的小诊所，因为语言不通嘛，一般小诊所也没有什么翻译之类的。但必要的流程就是要先去小诊所，先确诊你确实怀孕了，然后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看一下 B 超，然后确认一下你怀孕了多少周等等。然后你呢就可以拜托这个诊所帮你开一个介绍信，然后把你安排到这个大医院去。在福冈这个九州大学病院呢，它是有中文翻译的，也有英文翻译，其他国家的语言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上一胎呢就是在这个医院生的，所以呢我就这次肯定还选择这个医院，因为有中文翻译真的方便非常多。这个就是诊所给你开的那个介绍信，是一个未开封的状态，你到时候带着这个介绍信和相关的手续一块去医院报到就可以了。这个呢自己先不要拆，到了医院以后让工作人员来拆。诊所会给你开一个你怀孕的证明，会帮你预约好去大医院看病的这个日期。这个呢也是小诊所会给你的，拿着证明还有这个单子，去到所住区域的这个区域所去领这个母子手账。今天呢我刚去领完，就想介绍一下区域所都给了我什么东西。日本这边确实详细周到，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账，它每年的这个边的颜色好像会不太一样。领取的时候呢就要写上自己的名字，还有领取那一天的日期。这个里面呢就会记录你从怀孕每一次的产检，包括宝宝出生以后的健康产检、疫苗注射，整个的这个发育生长的一个状况，在这一个本里就全部都有体现。即便你比如说去不同的城市玩，临时去哪儿看个病，你带上这一本，然后医生一看就能了解你和你宝宝的一个情况。因为是外国人的关系，所以呢他们也有这个中文版、中国语版，就是里面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它是有中文对照，有一些你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说手边也没有翻译软件的话，对照着来看就可以看这一本。这一本呢就是产妇健康诊查注成券，这个呢每次去产检的时候都要带着，因为它里面呢有所谓的这个优惠券吧，就是有了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不太需要花钱了。每一次你做完产检，在那个窗口结账的时候，它呢就会把相应的那一页撕走，但是呢你要提前把自己的名字啊、电话、个人信息，这个就是每一份都要填上，这个就是必须要带的一个东西。其他的呢就是发了很多关于孕期的一些说明书吧，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一本就是对第一次当爸妈的人会非常的有用，我个人感觉他就会介绍生产之前爸爸需要做什么，妈妈需要做什么，包括产检呀，你妊娠的一些可能出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的应对方案啊，如何吃得更健康，
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出门在外需要注意的安全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吧。你想得到的和你想不到的，这个本里面全都会介绍，就是对新手爸妈会非常的友好。虽然他知道我这回是2胎，但是他还是会发给你。这个第2部分就是如何养育孩子，怎么洗澡啊，怎么照顾小宝宝啊，怎么带他们去这个诊所看病打疫苗，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然后宝宝日常中比较常见的，比如出湿疹啊，一些小毛病啊，应对方法全部都有，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也会有一些产品的广告在里面，但是不会让你觉得介绍的都很自然吧，看你个人需要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贴身的一个小挂饰，因为前期怀孕的时候你的肚子还没有显形，但是呢像前3个月呀，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又要非常的注意，别被别人碰啊、撞到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东西挂在身上或者挂在包上，让其他人一看到呢，你身上挂着这个东西就知道你是一个孕妇，带着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他的就都是几个小薄的册子，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介绍宝宝出生之后它相关的用品，吃穿住行应该做怎么样的选择，也都会给你罗列出来。像妈妈的这些收腹带呀，生产之后的内衣呀，宝宝的安全座椅呀，婴儿车呀，等等等等，也会呢介绍给你啊。还有这么多，咱们一个一个接着说。这个呢是政府推出的一个政策吧，就是说爸爸休这个育儿假的一个好处，然后它有相应的这个好像是动画还是广播之类的，你可以扫描来听。爸爸休育儿假，然后呢帮着妈妈一块儿照顾宝宝，大概意思就是说，即便你工作的这个公司它非常小，它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呢你也可以向政府申请你要休这个育儿假，政府呢会每个月发给你工资，我听说啊是你正常收入的80%，然后你最长呢可以把宝宝照顾到2岁，然后再回去上班，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大家自己做参考吧。这一本呢就是宝宝出生以后会爬会走，能自己玩了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各种的危险，没有经验的爸妈你们可能会想象不到的，比如说窒息呀、溺水呀等等的，在室外玩的秋千啊、骑自行车啊等各种有可能发生危险的这个状况，如何去应对和预防。如果说宝宝这个出现了意外的话，如何急救，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全都有体现，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孩子这个物种吧，你真的就是你眼珠子只要离开一下，你就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什么事情，有的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就是危险还是一直围绕在身边，确实不能松懈。这个呢就是怀孕期间妈妈的一个牙齿方面的一个养护吧，因为怀孕过程中你的牙如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病，疼的你都无法正常生活的那种状态下，又不方便用药和手术，这个就是提前要预防的一个事情。这一本呢就是产前产后健康的食谱分享和参考，你想自己吃的更健康，你呢就可以按照它的这个搭配也来做这个孕期的各种餐食，我觉得也都非常的实用吧。有的时候你天天都要吃东西，每天都要想去吃什么，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小册子呢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然后这个表呢就是政府举办的一些产前产后怎么照顾宝宝的一些课程，它每节课好像人数是有限制的，现场就会教你怎么去照顾宝宝，然后体验一下这些流程什么的，这些国内应该是也有的，但反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过。
其他的就是把一些刚才前面的说明里面都涵盖的一些东西，它单摘出来，有一些宣传的小册子，反正就是帮助你宝宝出生以后就帮你排忧解难的一些宣传册。还有这个是宝宝的肌肤护理的单独的这么一页。如果你的宝宝肌肤超级敏感，经常出问题的话，然后他们也有相应的这个医生啊、诊所呀，会给你提供这种咨询的服务。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社会福利。今天他特别跟我强调的，只要开始怀孕了，并且领了健康手册了，他就会给你这个单子。这个单子呢，就是怀孕中你可以先在网站上去申请一个补贴，是5万日元。我也没看汇率啊，反正大概就是2500人民币。申请完，它就是直接打到你的个人的银行账户上，你可以用于产检、怀孕期间的各种费用的一个支出。这边呢也是一个5万日元，是孩子出生后去申请领的，所以先不着急。这个呢，他说我今天就可以申领了，我今天是怀孕8周多。这笔钱呢，跟你生产的时候，上回咱们生产是给了多少钱？上一次生产的时候，政府是给了50万左右的一个钱。你住院之前呢，医院就可以直接帮你申请，这个钱呢就直接打到医院的你的个人名下的这个账户上。在生产过程中，你的手术啊、住院的费用，那医院到时候就直接划走。你没有用掉的部分呢，会返还给你，你可以用来去干别的。反正我上一胎在这边从产检一直到生完，完全自费的项目，我记得是给我打了一个风疹的一个疫苗，是193人民币，当时的那个汇率。这个是我自费的项目，其他的就都没有花钱，最后还剩了一些，就是那个生产的那个钱和这个钱是两回事儿，就等于那是一笔，然后这2个5万日元又是一笔。我没来福冈之前，在国内的产检有医保的情况下，我怀只有5个月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花了5000多人民币。你听那些网上很多人说，我整个生产过程生完了以后又报销了多少万多少万的，那个真的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有这样的条件。基本上像我身边能这样报销的，我知道的只有一个亲戚，他本来就在医院上班，他是医生，就这种福利条件比较好的单位，你才能报销这么多，要不然是报不了这么多的。还有在银行工作的人，然后也是报的比较多。咱们要是一般的普通工作的小公司啊什么的都没有这种条件，你就是报销不了这么多。所以在发达国家，就是政府帮你养孩子这一块还是挺好的，很香。这个呢是一个日语和中文一体的一个说明书，就是为方便外籍居民养育孩子提供的信息示意图。其实它的整个一个流程呢，就是从你怀孕，然后每一步都需要做什么，这张纸都写得非常的详细。这个是找好生孩子的地方，然后联系好医院，然后进行产检，之后呢去领母子手册，然后呢就是办理分娩一次性的补贴手续。这个手续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后我是住院的时候，医院帮我去申请，就不用自己去费劲了。然后怀孕期间的一些育儿的课程，住院分娩，然后就是去医院生宝宝，生完宝宝以后呢，要去这个相关的部门给宝宝办理出生证明啊、儿童手当啊，其他的一些他个人相关的东西，要去大使馆办理这个宝宝的在留卡，之后呢也可以去申请护照。然后这是满1个月的健康检查。第12步了，政府会安排工作人员做一个新生儿的家访。我上一胎来的是一个，咱们就说大妈吧，
他会带着那个相应的给宝宝检查的工具，还有那个电子秤，就真的背一个大的电子秤来家里翻看你的宝宝正面啊、背面啊，也会简单的听诊一下呀，会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育儿之后有没有什么焦虑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等等的，他会跟你聊一聊，也会看看你家里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啊，都会向你了解。再下一步呢，就是领了那个婴儿首档之后，就可以开始预约去打疫苗了。4个月和7个月都会有一次婴儿的健康体检，就是看他有没有正常的发育。然后等孩子再大一些呢，你夫妻要回归工作呀，不能照顾宝宝，然后就可以开始申请这个保育员、幼儿园，然后最后到小学，整个流程都非常的详细。保育员这个到时候可以单独再介绍一期。这边好像应该是就是双职工家庭，满2个月宝宝就可以送到保育员，都会有专业的老师来帮你照看孩子，非常为父母排忧解难吧。但是呢，它不是说所有的家庭你申请了就可以随时上，他们会评分嘛。这种社会福利性的，他会先给这种单亲家庭优先，或者是双职工经济条件比较一般的，然后2个人都必须要去上班的，都会先紧着这样的家庭。如果说你家里只有1个人工作，另外1个人在家闲着，你肯定就会排得非常靠后，或者说基本上你就排不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也是有中文的，和宝宝一起迈出小小却巨大的一步，也是他们的一个 YouTube 频道，里边呢你就可以去看相关的学习的一个视频吧，这个有时间我可以看一看。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是福冈市的医疗翻译电话服务中心，不管你是生产还是平时看其他的大病小病的，比如说没有会日语的朋友陪着你，用软件翻译又非常的费劲费时间的话，可以现场就给这个翻译打电话，选择你相应的语言，然后就可以3方聊天式的就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我用过一次。有的时候你要是突发什么情况，你感觉身体不好，你希望打一个120急救的话，也可以，怕沟通不了，也可以让他们来帮你联系。对外国人都非常友好，它是免费的，是24小时都有人。应对语言有18种语言，英语、中文、韩语、泰语，对外国人就帮助非常大，非常友好。这个就是我今天领到的所有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就有点细致过了头，但是也挺好的。对于你初到这个国家，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都有什么样的社会福利的时候，他工作人员都会毫无保留的来告诉你。接下来为去产检呀，有什么新的进度再慢慢的更新。拜拜。小五，你在干嘛？拜拜，拜拜。